美军最早在阿富汗使用的MQ-1捕食者，由通用原子公司研制。1995年开始进入美国空军服役。MQ-1机长是8.22米，翼展是14.85米，最大的航程是3700千米，最大飞行时速217千米，在目标上空留空时间24小时，最大续航时间60小时，具备全天候侦察能力，并且能够挂载2枚地狱火导弹打击地面目标。但是美国空军在使用 MQ-1一段时间之后，认为 MQ-1的载重量太小，速度太慢，于是对察打一体无人机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通用原子公司根据美国空军的新要求，对 MQ-1进行了放大设计，并且采用了功率更大的涡桨发动机，从而研制出了技战术性能更强的 MQ-9察打一体无人机。2002年，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为美空军制造2架捕食者 B， 正式命名为收割者，又被称为死神、掠食者。相比捕食者，死神无人机的飞行速度更快，载弹量也更大。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死神无人机全长是11米，翼展达到了20.1米，最大的载荷是1814千克，是 MQ-1的20倍。6个武器挂架可以挂载2枚227千克 GBU-12激光制导炸弹和4枚地狱火空地导弹，而且 MQ-9采用了功率达900马力的 TPE331涡桨发动机，最大飞行时速达到了482千米每小时，是 MQ-1的2倍以上。它在满载状态下可以轻松飞到7500米高度，在不搭载弹药的情况下可飞到15000米高度，地面根本听不到 MQ-9发动机的噪音。MQ-9一旦使用空对地武器，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地面目标防不胜防。值得一提的是，死神无人机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拥有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可有效打击坦克装甲车辆以及地面堡垒等固定目标，最大射程达到8000米，命中率在90%以上。由于地狱火采用模块化设计，所以通过换装不同的导引头、战斗部、设备舱等等，发展出了13个型号。其中采用毫米波雷达导引头的 AGM-114L 型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不受战场上的烟尘、雨雾等外界因素干扰。于是，美军这款最新型的察打一体无人机一发不可收拾，开始频频出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中东战场上，并不断获得战果。死神无人机最令人震撼的袭击是2020年初，在伊拉克上空发射了4枚采用6把刀片作为战斗部的地狱火导弹，暗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但是在此之前，他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在斩首塔利班高层方面也是屡屡得手。2013年11月1号，在接壤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北瓦季里斯坦，美军 MQ-9无人机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炸死巴基斯坦塔利班首领哈基穆拉·马哈苏德。2016年5月21号，美军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操控 MQ-9无人机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炸死了阿富汗塔利班第2任首领阿赫塔尔·穆罕默德·曼苏尔。3年之间，巴塔和阿塔的最高领导人都被美军 MQ-9无人机杀死，这2大势力的其他中高层首领也屡屡被美军无人机精准猎杀。然而，令美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完全没有防空能力的阿富汗塔利班从此改变战术，不进攻大城市，而是化整为零，隐藏在阿富汗60多万平方千米的山区和偏僻农村。而过度依赖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的美军却立马变得不会打仗了。根据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数据，美国2015年在阿富汗实施的空袭不到1000次，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增加超过6倍，达到7423次。美国布朗大学2020年曾发布报告指出，美国自2017年放宽了在阿富汗实施空袭的交战规则，显著扩大空袭规模，试图以此向塔利班施压，结果导致死于空袭的阿富汗平民激增。因为通常我们说呢，这个空军的装备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它对这个交战规则要求很高。那么你要对敌方的目标的类型，要对这个可能造成的间接伤害进行评估之后，才能执行相关打击任务。但是特朗普政府时期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打击阿富汗的反美武装，所以说呢，一度是把相关的规则呢进行了修改。那么这种修改，我们说实际上造成了战场上面原本已经过度杀伤的美国无人机呢，对很多的这个民用的目标，那么进行了我们说这种
有意识的屠杀。